大家晚安，我是卡皮桑。现在是晚上10点，窗外的城市喧嚣渐息，但全球金融市场的心跳却依然剧烈。在数位货币与复杂衍生性金融商品充斥的今天，有一种物质，它不产生利息，没有股息，甚至还需要你付钱找保全守护它。然而，从古埃及的法老到现今联准会的地下金库，人类对它的热爱从未熄灭。今晚我们不聊虚无缥缈的投机，我们要用一整集的时间深度拆解这块沉默的黄色金属——黄金。在元素周期表的118个元素中，为什么人类选中了黄金作为财富的终极象征？我们用排除法就能得出结论：气体难以捕捉，碱金属会爆炸，放射性元素会致命。剩下的金属中，铁会生锈，铜会变绿，银会变黑，唯有黄金，它具有近乎永恒的稳定性。黄金的价值本质上源于它的化学惰性，它不与氧气反应，不与大多数酸碱反应。3000年前图坦卡门面具上的金光，与今天你手中金币的光泽毫无二致。这种跨越时间的物理不变性，是人类赋予其货币属性的物理基础，加上它在地壳中极低的风度，稀缺性与稳定性在此合而为一。历史上，黄金曾是货币的灵魂。19世纪的金本位制度定义了全球贸易的黄金时代。那时，钞票只是黄金的收据。1944年的布列敦森林体系更是将美元与黄金挂钩，35美元兑1盎司，而全球货币在与美元挂钩。然而，1971年，尼克森总统宣布关闭黄金窗口，人类进入了彻底的法币时代。从那一刻起，货币不再有实物支撑，仅凭政府的信用。这导致了过去50年间全球流动性的大爆炸与通膨的常态化。这正是黄金在21世纪重新被推上神坛的原因。当印钞机可以无限制运转时，无法被凭空印制的黄金成了对抗货币贬值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如果你观察最近3年的数据，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：全球各国央行，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，如中国、俄罗斯、印度、土耳其，正在以数十年来最快的速度囤积黄金。为什么？答案在于金融安全性。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，西方国家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存底，这给全球央行敲响了警钟。存放在他国银行里的数位货币美元、欧元，本质上是别人的负债，随时可能被归零。但黄金不同，黄金不依赖任何政府或银行的承诺，运回本国金库后，任何制裁都无法将其抹除。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去美元化进程。黄金正从一种避险资产转变为各国主权信用的压舱石。身为理性投资者，我们必须看清黄金的定价逻辑。黄金的价格主要受2个变量驱动：实质利率与避险情绪。当实质利率下降时，持有不生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就降低了。因此，每当联准会准备降息或者通膨失控时，黄金通常会迎来大行情。卡皮桑的观点：黄金是财富的救生艇。有人说黄金是古老的遗物，但我认为黄金更像是保险。你不会因为家里没失火就觉得买保险是浪费。同样的，黄金在资产配置中的意义在于它与股票、债券的低相关性。当金融体系出现裂痕，当信用体系面临崩溃，黄金是唯一能确保你财富尊严的实物。给各位的诚恳建议：不要全仓投机。黄金没有生产力，长期报酬率未必跑赢优秀企业。比例配置，将总资产的5%到10%置于黄金，作为系统性风险的对冲。
认清实物与衍生品。实体金条是避难用的，黄金 ETF 则是交易用的，两者目的完全不同。各位，黄金之所以迷人，是因为它反映了人类心底最深处的恐惧与渴望，对不朽的追求，以及对信用的怀疑。在21世纪的今天，当硅谷的代码与华尔街的债务交织在一起时，那一块沈甸甸、冷冰冰的金属，依然是人类文明最坚固的信用基石。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各位今晚的收看，我是卡皮桑，祝大家有个平静且充实的夜晚，晚安。